如果你作为一个懂得很多冷知识的人，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，会显现出很大优势的。无论是在寂寞的旅途中，还是一般性的聚会中，无论是尴尬的相亲，还是严肃的晚宴上，听了本频道，会让你有办法立刻告别冷场，充分展现出你的博学多才和风趣幽默，成为当之无愧的话题王和异性眼中的绝对焦点，让周围的人从此对你刮目相看，成为社交圈里备受欢迎的人。而在日常的工作当中，掌握了丰富冷知识的人，在与同事、上司等沟通上，肯定会更高效、更自如，让他们更加喜欢你、信任你，使你的工作更加出色、更加轻松。那么本章专辑会涉及到很多题目，比如太监是怎么晋升的，古代女子经历了怎样晋升的折磨，会成为女太监，古人上厕所用什么来擦屁股，古代的钱币是如何防伪的，等等等等。相信收听本章专辑一定会让您大有收获的。欢迎各位观看、关注、点赞、评论，感谢各位了。太监是怎样晋升的？太监是一个古老的职业，起源于3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，消失于民国初年。太监的定义是指那些被阉割生殖器后入宫服务的男性，也就是古代皇室御史的男性奴仆。关于太监到底自何时出现，由于没有相关的文献记载，已无从考证了。目前有关太监的最早文献记载是《周礼》，此时的太监被称为阉人或庶人。至于太监为什么需要净身才能进宫，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为了维护皇宫中的正常伦理秩序。其实我国先秦和西汉的时候，并不是所有的宦官都是阉人。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的母亲赵后，就和宦官嫪毐通奸，给嬴政生了2个同母异父的弟弟。后来秦始皇就把嫪毐和2个弟弟都给杀了。在封建社会，皇室的血脉必须纯正，皇宫当中只能有皇帝一个真正的男性。太监在进宫之前必须要净身，这样既能保证皇室血脉纯正，又能拥有宫女所没有的特性。简单来说，多数太监在后宫伺候妃子或是皇上，女人不阉割男人的生殖器的话，就很容易厮混，搞出很多男女不耻之事，丢皇家的脸。而阉割后的太监，对性的需求就几乎为零了。从东汉开始，为了避免发生宫廷淫乱，规定所有的男服务员都必须是阉人。从此以后，每个朝代所有的太监都必须经过阉割之后，才能在宫中当差了。早期太监的来源主要有2种，其一是通过战争掠夺而来，那些被俘的幼童基本都被充当了太监，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明清。其二是一些人自宫求职，比如大名鼎鼎的魏忠贤，就是这样混进皇宫当太监的。既然皇宫有需求，太监有人就会为了生计去净身。古代净身后的存活率仅有1半，许多人为了进宫当太监而丢失了性命。净身之前需要和净身师傅签订合约，其目的有2：一是告诉你不能保证你的存活，动手术是生是死与师傅无关；二是倘若日后你飞黄腾达了，希望与你共享荣华。这净身之人往往是被五花大绑，因为这项手术极为痛苦，手和脚必须要绑紧，防止手术时乱动，否则手上的细菌会使伤口感染，甚至会因此丧命。在净身之前，净身师要准备2个新鲜的猪苦胆、麻药汤和白蜡针。猪苦胆是在净身后敷在伤口处的，它可以让伤口快速消肿，并且还具有一定的止痛功效。麻药汤的作用是让净身者在手术之前喝上1碗，可以起到麻醉效果，减轻净身者的痛苦，保证不让净身者因为疼痛而死去。而这白蜡针的作用不言自明了，就是在手术之后插入尿道用以导尿的，一般都是一刀下去，净身者立即晕厥。不过最痛苦的阶段，也就是做完手术的几天，至少2天不能正常消解。通常呢，是通过一个自制的白蜡针来进行导尿。更悲惨的是，没有插管导尿的尿水喷出来，溅到伤口处，那真是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。净身后的伤口是用猪苦胆糊起来的，主要是用来消炎的，
能熬过1个星期，基本上就没有大的问题了。而净身后的那个玩意会被留在净身师傅处，赎回这个东西就成了太监一生当中最大的愿望。这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，叫做赎兰。大多做太监的人都是为了生计，基本上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，往往也有个别为了自己理想而自宫，或者甘愿成为太监的，比如魏忠贤等人。在清朝时期，宫中每年大约需要100多个太监，年年如此。太监对于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，可以解决温饱问题，也有可能飞黄腾达。但是晋升期间所受的痛苦和所冒的风险，并非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。太监在皇宫当中的待遇还算比较不错，很多太监还能够位居高职，所以很多古代穷人家的孩子看到没什么出路，也娶不上媳妇，就干脆把自己卖了，然后到皇宫当中当太监，争取有一天也能在皇宫当中混得风生水起。不过咱说实话，要是生活过得去，谁愿意去当太监呢？当太监的人心里可都是累啊。下一集更加精彩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